众所周知，格斗是一个非常看身体的运动。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个选手，哪怕他技术不够出色，但是身体确实猛，随便打吧就杀进排名，甚至说拿到冠军。就比如说药王莫莱斯，靠抡王八拳抡到次中第3名；铁血纳甘诺靠抡王八拳抡到重量级的冠军。有的时候这些身体怪兽真的很难用技术来衡量，还有的身体天生亲和某类技术，只要学起来那就是事半功倍。就比如说现在的次中第一战力烟鬼普特斯，天生的战力圣体，长手长脚，重拳重腿，哪怕是最普通的后手直拳，在他手中就是超级大杀器。之前被人诟病的移动，现在在这个大长腿的加持下倒得可快了。还有先天摔跤圣体狼王齐马耶夫，躯干长手长，爆发力极强。别人的下潜叫下潜，狼王的下潜叫贴地飞行，几乎是用最简单的下潜摁住一个又一个的高手。还比如说亲和各类技术的大力鼠，虽然说上天剥夺了他一些硬件天赋，但是他对技术的亲和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什么技术一练就会，一学就通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天生的练武奇才。但是这种我还能理解，但八角笼里有4大神体，一个比一个离谱，一个比一个邪门。今天我们就来唠唠八角笼里的4大神体。第4名返老还童体尤尔罗米罗。就罗米罗我真的怀疑他不是个人类，别人36岁该退休了，他才打 UFC 首秀，一路砍瓜切菜，逮谁揍谁，照着年轻人就揍啊。知道的他是个老头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个超新星呢。干飞一个又一个超新星，差点给 UFC 干绝代了，一路砍瓜切菜8连胜，最后是倒在了五星脚下。五星跟他干了2回，也他喵的元气大伤，差点让干飞了。一个接近40岁的老头，骨密度肌肉密度极其的惊人，跟科特塔那场比赛干完了，科特塔也快报废了，老罗第2天直接起来跑步了。这重拳抗击打恢复能力简直就是变态中的变态，完全就不是人类。跟黑龙那一场，要不是黑龙跑得快，我说白了，黑龙可能早2年就报废了。被开除之后，这个肌肉又大了，打裸拳打拳击，现在打重量级，49岁的年纪依旧嘎嘎乱杀，这完全就是返老还童，估计刚成年。36岁到40岁这个区间的格斗运动员，老罗的表现是第1档，而40岁以上格斗运动员的表现，老罗是独一档，毫无疑问的返老还童。第3名来自于佩神佩拉的无敌伸缩体。佩拉强这个无所谓，但是佩拉不合理在他这个身体在3个级别他都强，重量级的佩拉再这么说那也是个强冠军，首回合 KO 霸主，这个表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，还终结了当时重量级不败5次卫冕的黑龙阿里塞亚，终结了他的王朝。佩拉重量级的表现，说他强冠军都有点谦虚了，而佩拉轻重量级的表现，那是统治级冠军，统治力仅次于乔恩琼斯，轻重量级2次夺冠3次卫冕，妥妥的轻重量级2号人物。至于说重量级，佩拉虽然说表现只有1场，但前5的实力绝对是有的，而且佩拉输给盖恩这个确实输的无可争议，但他重量级的状态咱也看到了，未来的佩拉在重量级如果好好打磨自己的身体，说不定还有一番作为。而且佩拉今年也39了，说白了佩拉也有点返老还童在的，就是没有老罗反的那么狠。佩拉这个大骨架，这个脱水能力也是堪称 UFC 之最了，横跨3个级别顶尖的身体天赋，毫无疑问就跟吃了那香蕉果实一样。第2名苍天霸体铁血战士弗朗西斯纳甘诺。老铁这个身体应该是观感最夸张的了，我第一次看他比赛，以为又冒出来一个生化战士，爆炸的肌肉，接近满磅的身体，在我印象中重量级根本不存在，哪怕是大布和锤子这2位选手，那也是生化狂魔。但老铁这个身体不一样，他这个肌肉观感这么自然，但是我依旧不敢相信自然状态下有接近满磅的肌肉猛男，哪怕是天选之子詹姆斯和奥尼尔那也不行啊。直到我看到了纳甘诺在非洲挖矿的照片，我承认了他确实是天赋怪，身体天赋确实太爆炸了，力量爆表，唯一一个以力争到冠军的选手，靠抡王八拳抡到了重量级的第一番战输给了火警，这个不丢人，直接让训开支了2番战在超级力量的加持下直接军训了火警。纳甘诺就是八角笼里一力向日会最直观的例子，那确实有劲儿啊。我觉得老铁跟任何人都有的打，无论对方技术多好，因为拳头之下他众生平等。UFC 冠军里面技术最糙的也是身体最好的苍天霸体，果然名不虚传啊。第1名乔恩琼斯的完美躯体，轻重量级的骨头，各项数值，力量、速度、耐力、抗击打、格斗智商、静态天赋，我觉得都能真正这个量级的最好，真的是要啥有啥，各项数值不是说顶尖，简直就是最强。对技术的亲和度，他也是大级别唯一一个6倍型战士，简直就是一个超魔怪。而且骨头的思想也像个外星产物，当时的轻重拖个10磅20磅那就算多的，那老骨头一拖个30磅，那身体跟别人都不是一个级别的。正值巅峰的将军、龙泰、狼人等等等等，全让骨头叔叔干一遍。骨头能成为 GOAT，80%都是他这个身体天赋的功劳。他这个身体超模到在重量级我都觉得不输任何人，结果他压着在轻重打，他在轻重量级的统治力比任何人在任何级别都要强很多。除此之外，他的抗药性，他的邪恶属性那也是拉满了。轻重量级骨头的身体简直是堪称完美躯体，挑不出任何毛病。OK 兄弟们，这就是我心中八角笼里最夸张的4大体质，一个比一个离谱。